那么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机智强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那你看到这一期视频的时候，估计会很震惊，2026年马上就要过去一半了，大翔老师怎么把围城红蜘蛛的这个模具给捞出来做了？没错，我也是这个感觉的，因为我也发现，我操，我今天才发现，我操，这围城红的原模哥们儿居然没做过视频，那还说啥兄弟？这必须得拿出来溜一期，尤其是目前这个官方玩具这个情况，确实已经来到了特别严重的好坏参差不齐的过于离谱的这么一个时期。那回过头再看这个围城红蜘蛛，真的眉清目秀，优质的不行，好吧？更何况那个日版的赛星套装啊，不是卖的挺火的？那你这个赛星套装这么火，那我这个追踪者小队三角飞机是不是得搞里头？那官方又没有搞里头，怎么办呢？你只能找呗。那第三方肯定不行啊，又贵又傻逼，那还真得看官方。那正好这个围城的赛星飞机目前大伙的价格也不是特别贵，那个闹翻天还再版了，对哦，闹翻天还再版了。红蜘蛛目前在市面上的价格就是150块钱左右，200以内的这么一个区间。那你放着是吧？新的 V 你觉得溢价太离谱，你要不试试尝尝这个玩意儿？这真挺牛逼的，相当优秀的玩具。我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做围城红的视频，我是觉得我做金天雷还是谁啊？就我是把这个模具放到了可以说是围城3部曲，甚至放到现在 V 级玩具里能排进前10，甚至是前5的玩具。但是现在是2026年，我再看，我觉得他妈是数1数2的优秀 V 级产品，赢麻了，知道能打过他的感觉可能也就是弹簧或者围城擎天柱，这两个随便挑一个吧，反正这红确实牛逼的很。先说造型啊，这个造型的身形比例甚至要比那个叫什么，要比这个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啊，经典线最强红蜘蛛啊，G1最强红蜘蛛，不是经典，应该叫经典线最强G1红蜘蛛。那个86马上要出的那个86红蜘蛛是吧？万众瞩目的那个模具都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他那个胳膊有点短，身形我做金天雷视频的我说过，我做86金天雷的时候我提了一嘴，我说这玩意儿身形看起来有点怪味，现在回过头看就是胳膊短了。哎，不对，我当时做视频是不是也说过胳膊短了这个事？反正就是胳膊短了，身形差那么一口气。围城就不一样，他一口气都没差，出的时候我就被这个身形深深的折服了。我想想我买了谁？我买了围城红、金天雷，那个网飞2个版本啊，这4个了啊，还有那个啊镜像那个买了，还有谁？对，我现在对，还有赵宇师，我买了一大堆呢。闹翻天过2天等价格合适了我也买，就是真的我太喜欢这个模具了，我当时觉得出几个就买几个啊，结果后面出那个什么傻逼限定，操他妈的贵的要死，弘毅是吧？还是什么玩意儿啊？贵的要死。那好像他最近还出了一个不是最近啊，他前一段就出了一个重涂了一个什么这什么苍鸡还是什么玩意儿，那个蓝不拉几的那个也是这个模具，我感觉以后我也要搞啊，真的很棒这个玩具。那这个唠的也够多了，咱们就好好看看玩具吧啊，毕竟是个老玩意了。配件方面呢，2把奶色线，但是这个奶色线的还原度呢可以说是一眼就出问题，不还原，不是那种我们印象里的奶色线，甚至可以说非常扁。我本来以为呢是给官方给地出留个面子，可以拿地出的过来用，但我装上去之后发现地出的那个没有这种巨量的细节刻画，过于素了，所以放到围城身上甚至不够好看。我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就是 Evil Function， 我们官方玩家就要自我催眠啊，催眠完之后就觉得，这个赛星奶色线长成这个样子也没什么问题啊。然后 OK 好。接下来继续放回玩具本身，头雕一个非常俊的红蜘蛛，看起来邪性十足，神韵呢也特别到位，同时是一个红色的透明件，效果还挺好的啊。透明件位置开的也很聪明，直接开了个天窗，效果不赖。那这个肩膀头那2个凸起呢，也是都有好好的来做还原了，尺寸造型也都差不多。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凸起啊，其实就是机头，它那个三角战机的设计很巧妙。他把那个机头直接翻过来，掰成2半，正好翻过来，靠在肩膀上的2个凸起。我到现在我不管什么时候看这个模具，我都觉得这就是这个模具变形设计里唯一精妙的一步了。为什么说是唯一精妙呢？等下变形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如果你刚看这个视频，你是最近刚入坑的哥们儿，那你真是淘到宝了。大家老师这一期啊会尽可能多水一点，就把这个玩意儿能讲的都讲透，好吧？如果你对这个
你想搞一个这种经典线红蜘蛛的，那你现在就视频点暂停，直接退出去买你二手的，你就大大方方搞150块钱左右，越便宜越好，搞到手包童叟无欺的，这是好东西。我说烂你别犟啊，我说好你可以尝一尝。来，那这个说到哪了啊？对，说到背包了，肩头说过了，看一下这个背包啊，背包不是背包，这个背包呢不是特别厚，我感觉还可以，能接受的范围，而且这个翅膀的可动性呢也还不赖。唯一让我觉得不是很爽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个三角战机的这个侧边啊，这玩意儿在人形正面下看起来跟个蝴蝶翅膀一样的，可以说是穿帮有点多了。如果它这玩意儿能折一下的话，兴许这玩意儿 coser 那个机腕能 coser 的特别像啊，能 coser 的特别像。那这个背包翅膀的问题都说过了之后，我们继续把目光放在上半身，可以看到围城这个玩具真的依托这个巨量的细节刻画带来这种不一样的观感。大强老师之前应该是提过一嘴，我说那个细节多是多，我记得好早之前的事情了。我觉得我当时说他妈的细节多不是好事，等我玩过那种86特别极端的没什么细节的玩具之后，我他妈真的臭嘴，就你说的是吧？臭鸡巴机智强，就是你他妈刚才狗叫是吧？你怎么前2年你怎么好意思前2年说出来那种话呢？我这给自己俩耳光，你知道吗？真的，这玩具就他妈得细节多，只要不影响这个特别严重影响造型的情况下，你就得多搞点细节，它可以提升手感，甚至是提升观感。我现在就后悔呀，我玩那个86经典里的时候就感觉靠的娘没中不中嘞，没多少细节，玩起来总感觉他妈一股怪味，就这种感觉。那这个上半身就这个样子了，这个黄色透明件上这个白色漆啊，效果也还不赖。胸口毕竟是造型件嘛，不怎么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说到这儿它这个翅膀那里依旧是延续了官方之前的一贯作风啊。就如果你经常玩官方玩具，你就会知道，官方有的时候会在很多零件的内部去做巨量的细节刻画，反正蛮用心的。那最近这段时间也是突然发现开始不怎么搞了，尤其是那个86惊天雷啊，红蜘蛛那个模具，它那个翅膀里面光溜溜的，没什么东西了。那来吧，下半身就2个大长腿呗。这个高跟鞋呢，也算是个高跟鞋吧，效果也还不赖，直接就是喷气口，这样一合就行了。造型设计还有这个被人诟病的经斑也是拉满了。经斑这个东西，我到现在都觉得见仁见智吧，因为看起来观感确实也还行，尤其是打点光上去，那这个银白色的经斑啊，威震天干的说是挺那啥的啊。对了，这个模具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的完成度高到什么程度呢？这小子在这个腿这里啊是个弹簧，我操！就光这个弹簧一项我都已经是必须推荐给是吧？没买的或者是没入坑的刚入坑的哥们，这你真难搞，而且你也不担心它这个灰白色变色，好吧？那来吧，最后看一下这个可动性。可动性方面，脑袋呢转一转没什么毛病，是个球关节，抬头低头前后左右这个幅度都没什么问题，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这个球关节结构了，空间卡的也很好，没干涉。肩膀部分平抬旋转都没压力啊，阻尼感也挺不错的。缺点就是这一套模具我几乎没有遇到这个奶色线在肩头能插得很紧的版本，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个设计师是咋想的，他居然把这个5毫米的插口开成了2半，它是2个零件前后夹出来的5毫米，所以松一点是真没办法。平转呢也没问题，也没什么严重的偷胶，然后曲肘部分是双段关节，也算是变形需要，它这个曲肘的幅度很大，但是呢它中间有一段很松，玩起来会感觉有点不舒服啊，因为前后松紧度不一样嘛。手腕是可以旋转的，但是手臂部分在这里这个密合的这个地方呢是没有明确的卡扣位点的，所以你在掰这个手腕的时候，它有的时候会滑出来，就很烦。然后手腕这里呢是可以旋转的，很紧啊，很紧，那确实可以转。变形原因，它可以外摆内收啊，够用了。所以说看起来好像多灵动似的。腰部是有腰转的，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设计。我在玩到围城红的时候惊为天人，因为我之前玩的官方的红蜘蛛模具印象里就没几个有腰转的。就比如说那个经典红蜘蛛，那个腰的设计一下卡死，卡到86才解决，好难受啊。然后前踢啊可以踢到这里，踢得非常的高啊，这个腿开的就很长啊，观感就很棒，大长腿。后踢啊很遗憾被背包卡住了，踢到这里就踢不过去了。侧踢的幅度在半中间那个位置会卡一下啊，不过你放心，
大大方方去掰，目前是没发现掰坏了，等到掰坏了再说吧。反正侧踢这个幅度还可以，如果你担心把这个玩意儿掰坏的话，那你就可以转着侧踢。哦，转着也不行是吧？那没办法，那就踢到这儿踢不上去了，反正就卡在这里，上不去下不来。旋转呢也没什么毛病，但也确实会因为变形就可动的部分去阻挡一些平转了啊，这个大腿的平转。去膝部分啊，又可以用到这个大杨老师最喜欢的这个弹簧小腿。我操，保造型保可动，赢麻了。它不做成弹簧，最多去到这里；做成弹簧之后，我靠，大大方方去用力啊！当然这个部分也算是变形需要了。脚步向前有接地，可以摆出一些姿势；向后呢，哎，也有一点接地。向内也有，向外呢就没有，卡在这里了啊！只能说围城的旗舰产品就是不一样，这个待遇就是高。那来吧，这个也讲够多了，接下来就快速看一下这款围城红蜘蛛的变形设计啊。其实要我说啊，这玩意儿也没啥好变的。我操，打个喷嚏谁他妈骂我？还好我把视频暂停了。他妈的，怎么骂你不开心啊？你揍我来了。啊，它的变形呢，不能说没变啊，只能说啊，三角战机下面找了个正方形赛博坦睾丸，就这种东西啊。第一步呢，我们先把这个翅膀给它折开，折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搞手臂了。手臂部分这样一转啊，但不着急扣啊，是这样一转，转完之后呢，它借由小臂的这个双段关节去把它往里抠，抠完之后，哎，就这样一收就解决了。在这里我还要鞭尸一下，我以后每一次做围城红蜘蛛的模具，我都要鞭尸一下那个傻逼地出，我操了！这么优秀的手臂结构你不学，你非得搞那个变形步骤一点没少的，分件也不见少，但是要可动没可动，要造型没造型，那个匕首有什么意义呢？想不明白。然后这里的话，我们要把这个背包给它解锁开了啊，是在这个部分给它轻轻的往外滑，这个地方是要吃到一些韧性的，但是鉴于围城红这个模具实在是质量太好了，所以我说实话，这个韧性是吃就吃，反正没见一点坏。然后这里要提一嘴，这个机头特别的紧，特别的紧，你在掰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你最好找个零件从内部往里抠，就从这个部分别啊，它在这里留的有空间的你就别就行了。反正这个地方你就算给零件别的稍微有点变形了，也不影响观感啊，我是这个意思。那我操，说可动忘说了，我操，兄弟们忘说了，这个模具尖头是有蝴蝶尖的，巨大提升用力啊，当然这个蝴蝶尖也算是变形需要的。那我们这里把这个后面遮空洞的零件给它扣到后脑勺上，把这个脑袋呢给它先，我操，怎么摁不下去呢？把这个脑袋给它摁下去。正常玩的话是摁下去之后，它相当于是有一个类似于假联动的效果吧，去把这个胸甲给它顶起来。但是现在来看，就是这玩意儿蛮紧的，要顶不开了。好，变到这一步之后呢，基本上变完了。你只要把这个腿转一圈，两个脚一合，到时候把下面那个胳膊腿变成个长方形，把正方形磨完，那这玩具就到头了啊，就到头了。但是还是要老实变吧啊！然后我操，我怎么感觉这样也挺好看的？有种奥特曼飞机的感觉，但我没证据，算了，就这样吧。我们把这个胸甲，它胸甲这里是一个 C 型扣啊，好多不管是惊天雷还是那个几乎所有版本都有这个胸甲脱落的情况。还好这 C 型扣掉了就掉了，你自己收拾就行了。然后这边呢就需要把这个腿折完之后，折到什么程度呢？折到小腿后面这个凸起正好对应屁股后面的凹槽，就怼进去就行了。如果你你膝盖屈到一半屈不下去，那就是这个零件卡住了，你稍微摁一下这个弹簧就搞定了。好，这里摁上之后，我们把这个手这里有一个两个凹槽，对应腿这里的凸起去把它折上。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就是正好它这个公差是没问题的，甚至给的空间还挺足的，你就扣就完事了。我这个是不是中奖了？扣不进去了。我记得我有一个版本是中奖了，那个死活扣不进去，差点别坏了。那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飞机的这里这个零件给它往下塞下去之后呢，这个机头呢就把它往里扣啊，往里扣进去。这里先把这个喷射的这个东西给它翻下来啊，真的挺紧的这个地方。好了，翻下来之后呢，我们去推这个胸甲。怎么推呢？很简单，它在这里有凸起凹槽，你只需要保证那个机翼两侧的凸起凹槽跟那个胸甲结合好，那这个围城红的变形就是非常简单了。那最后呢，就是这里的这个裂开的问题啊，开裂的问题。那个人的建议是，你可以考虑把它跟手臂上的，它在手臂里面啊，在这个里面，你只要变到这一步，就是前面它跟腿并好之后，这一步是虽然看不到，但是你玩的时候就能发现，在这里面有两个凸起，也是对应手臂那个凹槽，这样一顶就自己就进去了。
那把这个特效件啊，不是特效件，说错了，这个武器呢插到这个叫什么吧，插到这个翅膀下面吧，这样的话还能当半个起落架用。那这款围城红蜘蛛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很经典但不还原的赛星飞机形态，我愿意称之为 Evil Force。那传世围城红蜘蛛，属于是喧宾夺主了啊！那确实就这么个情况，你就把它当魔改就行了，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三角飞机。造型没啥毛病，然后收的也挺不赖的。下面呢就扎了个魔丸，它胳膊腿就这么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模具设计一般般的原因，因为你就理性看，这个确实没什么设计吧，就只是人形做到优秀而已，设计就挺一般的，也没什么变形难度啥的。当然无可否认，这是一款极其优秀，而且质量特别好，可动也没毛病，造型也无敌，哇，真的。作为红蜘蛛，这个模具就已经触摸到赛星的这个头了。要我说，官方就直接把它那个外观优化差不多得了，就直接赛星模式，G1赛星就这样了。那行吧，家人们，咱们今天这一期也是就到这儿了，挺激动的，好久没做这种，就正好是正式入坑嘛，大量购入变形金刚玩具时期的时候买了一个特别喜欢的玩具，现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跨越时间是吧？跨越时间和这个该死的堆积如山的玩具柜子啊，把这玩意儿给它掏出来了。那就这样吧，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